心里一遍一遍地骂着魏婴傻子，如此惧怕还要玩，却舍不得说一个字。不清楚他脑中究竟恐惧何物，但一个聪慧机敏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绝不是单纯的怕鬼神。魏婴有心魔，他一遍一遍地想，越想越痛，眼前闪过他一张一张的笑脸，刺得五脏剧痛。他的魏婴永远在笑啊，教他断筋拆骨般的痛，只能一遍遍地吻他侧脸，在他耳边说着：“宝贝不怕，蓝湛在。”蓝湛一直都在。待怀里的人停下了抽噎，才拿出纸巾擦脸擦鼻子，衣服已经不能看了，眼泪鼻涕都湿透了。拍拍他的脸，已经有些红润，总算回了魂。魏无羡慢慢起身站好，扒开衣领看肩膀，牙印子一整排，透着艳红的血色。撇了撇嘴，囔着鼻子，小声咕哝：“蓝湛，我咬疼你了。”蓝忘机把他再抱回来，轻声哄着：“不疼。”魏婴想给蓝湛做标记，我很喜欢，要不要另一边也咬一下？怀里的人拧了拧，会撒娇了，一颗心总算放下来。蓝湛，不许笑我。不会。魏婴，我等你，等你愿意告诉我。对不起，大过节的，惹你哭了，无妨。我的宝贝，想哭便哭，想笑便笑，都是好的。我以前不这样，奶奶走了以后才这样，我好像能听到他们说话一样。听到了什么？可以告诉我吗？以前就想告诉你，但每次都是晚上，晚上不能说鬼，越说越怕。现在天色还早，烈日当空。就是听到他们质问我，爹娘奶奶都死了，我为什么还活着？活地又很辛苦，到底值不值得？我是不是别人的负累？特别多余？你那么好，什么都好，我却什么都没有，还想跟你一生一世，到底配不配？听他说出来，一瞬不移地锁着他的脸。蓝忘机抚着他的脸，轻轻开口：“魏婴，父母拼死护住你，也护住了我，就是要我们好好活着。奶奶走得不辛苦，你都陪着了，她离开的时候很安详的。爷爷还在，需要你照顾。江叔叔、阿里姐都把你当亲人，很疼你啊，你特别好，你是我此生挚爱的珍宝，不需要谁来智慧。你是我16年的启明星，不是太阳，有你在，我才向着阳光努力的生长。你不知道，你书香世家，爷爷奶奶是北大的教授，我生怕自己学识浅薄，拼了命的读书呢。你爸妈殉职，那么多人哀悼，远胜过我父亲为了母亲而死。魏婴，我在学校的任性，仗着叔父和大哥的威风，你有那么多朋友，是真的才貌俱佳，真的讨人喜欢，我反倒是时时怕我配不上你。再不要听他说下去。魏无羡一口咬住他的唇，又是几个牙印。蓝忘机，你好烦，我想玩点别的了，你陪不陪我去？好，你带我去，哪里都陪你。循着园区的指引，两个人来到剧场看童话。演出还有10分钟开始，魏无羡闹着要吃冰淇淋，蓝忘机怕他受凉不肯买，讨价还价半晌，最终买了常温的可乐。剧场的音乐混响一级棒，两个人一开场就对视一眼，心里赞叹了一下。演员妆容精致，服装有质感，舞台效果据说是5D，结合了威亚、全息屏、道具、升降台、特效各种功能，轻松演绎魔法效果。他们看的是一场森林里的歌剧，每个角色都用歌声说话，唱得灵动干净，舞姿翩然如仙。观众席都是笑声和叫好，却有很多人泪流满面。太美好了，仿佛真的置身童话世界，看得见，听得见，只觉得太美了，猝不及防的感动。散场的时候，魏无羡靠在蓝忘机怀里，久久不愿离去。见他满目心驰神往，蓝忘机也不急着动。两个人脸上都挂着笑容和泪痕，魏无羡叹了一声，这才是真正的童话。起身回望，又叹了一句，活着真好。蓝忘机笑而不语。之后是久负盛名的迪士尼角色大游行，每个经典角色都盛装出现在街头。白雪公主和7个小矮人站在一辆超大的花车上，灰姑娘和小老鼠、小鸟们乘坐着南瓜马车，还有数不清的小精灵、小动物步行走来，拿着他们的魔杖、兵器或者玩具，走过一座又一座城堡，跟游客们挥手、微笑、合影。然后玩心大起的魏无羡非要闹着坐旋转木马，蓝忘机只好坐在他旁边的位置。两个高高大大的男人还要遥遥牵着手，
随着八音盒的清脆，在木马上起起落落，这个场面格外醒目。魏无羡碎了意，满足地趴在马背上，只顾痴痴地笑。蓝忘机偏过头牵着他，四目相对间，都在彼此的眼眸中变出了别样的华彩。晚餐找了个热乎的，魏无羡给蓝忘机买了关东煮、烤肠、玉米，亲自监督他趁热吃。确认吃饱了，没有不舒服，又拉着他去坐巡场小火车。迪士尼的火车绕全场，经过园区靠边的所有项目场地。日暮黄昏，总是分外温柔的。蓝忘机坐在火车长椅上，环臂抱着魏无羡，没有弄脏的那边肩膀，拖着他毛茸茸的脑袋，右手放在他腰间护着，左手有一下没一下不轻不重地捏他手心。晚风吹过，肩上柔软的头发跳跃着，挠得脸痒痒的，拿下巴蹭蹭发顶，给他一个不着痕迹的吻。一路都没有说话，两个人都舒服得一腔喟叹，恨不能就此白头。闹钟滴滴滴响起来的时候，魏无羡一个机灵，拉着蓝忘机下车，按着指示往广场狂奔。8点钟，迪士尼烟火盛典，气温降下来，广场上略微有点凉了。蓝忘机找了一个避风处，把背包垫下，席地而坐，让魏无羡歪在他怀里。烟花升空，璀璨乍起，魏无羡满目惊艳，望着夜色缤纷，笑得像个孩子，再不咋呼，安安静静地仰着头，微张着口，就那么窝在怀里。蓝忘机把下巴靠在他肩头，见他乖巧，侧头吻了吻，抱紧了，陪他一起静静地沉醉。火树银花，孔雀开屏，五彩流星，每一样都美极了。回到家里又是几近凌晨，魏无羡玩累了，在车上就已经睡着。蓝忘机见他扶也扶不起来，又浑身黏黏糊糊不舒服，索性抱回了家里，剥光了，小心擦洗。收拾妥当，安顿了，才匆忙整理了自己，抱着他睡去。下午2点钟的时候，魏无羡已经陪蓝忘机在医院了。医生开了碳13检查单，结果正常，不存在幽门螺旋杆菌，胃酸正常，不再反流，喉咙也不痒了，不红了。蓝忘机痊愈。魏无羡一激动就想抱住吸一口，但医生看傻子一样的眼神扫过来，他就憋住了，忍到出了医院大门，才敢一把抱住，笑着说：“蓝湛你好了。”太棒了。蓝忘机难掩喜色，抱着他点头。蓝湛，胃病好了，心病去了吗？你总是不信我们能长久，这是病，得治。我要怎么才能给你足够的安全感呢？换我追你一次可好，蓝少爷？未尝不可。嘻嘻嘻，那你准备好啊，我很热情的，就喜欢你热情。好脸，请好吧，您呢？一双眼睛里古灵精怪，片刻间便有了主意。与之对望的那一双，却是释怀和了然。夏日午后，阳光斑驳，两个瘦长的男孩子站在树荫下对望，一个风神俊朗，一个眉开眼笑，没有一丝重名纷扰。世间百态，最美不过少年时，有一人心心念念，唯一人患得患失，执着于一生一世，纯粹到全无计较，想的盼的无非是虚无缥缈的一份情谊，无关风月，却又风光霁月。回程的路上，一身轻松，车都不想坐了，索性就压马路溜达。